这是茶水间的监控。我知道这是茶水间，为什么你的电脑上会有茶水间监控的回放呢？其他人的电脑上看不到吗？我还以为所有人都能看得到呢。你跟我过来一下。你找什么？墨镜呢？你现在越来越没礼貌了。出去敲门。是你吧？你为什么要动我的电脑？高峰让我弄清楚，你为什么在这个律所里是一个特殊的存在。你别问他。哎，小雨。哎，好嘞啊，等会儿见。哎，要么我叫黛西一起去吧。哎，好的好的，拜拜。我请孟小雨吃饭，咱一起去啊。我去不了。你呢？吃饭去。啊，不了，我也有事儿。你真不去啊？啊，那行，那我自己去了啊。走了，拜拜。我真的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要激怒何塞。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，是他跟我提出了我根本不可能答应的要求。他的要求真的不过分，确实不过分，但是他现在的状态，确实不是一个律师的状态，又不是真的法庭，只是模拟而已。模拟也不行，他会当众出丑，成为大家的笑料。他已经是大家的笑料了。主任，你们在说谁是大家的笑料？我们在模拟辩论，你们在议论何塞？我们在关心同事。我认为啊，你应该跟何塞模拟辩论。您答应他了？是啊，你们俩都是被告的委托代理人。为什么？他今天特别激动，他告诉我，我要是不答应他，他马上离开律所。他这是威胁，您更不能答应他。已经决定了，我不是来征求你的意见，我是告诉你，去找何塞，他在办公室等你。为什么不是他来找我？你们俩都不是小孩子了，再说我也不是你们的家长。你现在就去找何塞。不，让他多等一会儿。你们怎么真跟小孩子似的？我们不是小孩子，我们只是都固执的不愿长大。他是固执，你是不愿意长大。我是丽娜，我知道，你负责行政，行政一姐，单身未婚，无男友，无相亲对象。事实上，你负责罗宾的行政，我不归你管的。我只是来告诉你，茶水间里有监控。鉴于你也是蓝红的助理，也请你转告他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跟你不是一样的助理。我有律师执业证，可以独立接案。之前你在浩瀚超越有一间很漂亮的办公室，可是有一天，你的门禁卡刷不开门了，你以为是卡坏了，然后你找人来修，结果卡没有坏，是你被辞退了。你听谁说的？路人皆知。姐，你说他一个秘书，他怎么知道我在浩瀚超越的事儿？他不是一般的秘书。那他为什么没有自己的办公室啊？
他可能之前从来没想过，一个助理或者秘书也可以有独立的办公室吧？怪不得呢，心里面不平衡。兰兰，你刚来要低调。我没有办法低调的。我呀，来这儿以后，所有人都知道我。我估计他们也在想，为什么我一来就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？大家都是助理，为什么他一来就有一间办公室？因为他在世界前10的法学院读过书，有律师执业证，可以独立接案。你是说我没有在世界前10的法学院读过书？难道你读过吗？你这样说话很伤人。丽娜，你不是玻璃心。你刚才说的话足以切割世界上任何坚硬的东西。你是说钻石吗？事实上，只有钻石可以切割钻石，而且切割钻石是一门工艺。我没有再跟你说钻石切割的问题。你刚才说可以切割很硬的东西。我说的是办公室。兰兰办公室的问题，我刚才已经跟你解释过了。我现在说的是蓝红。怎么又说到蓝红呢？他为什么一来就可以搬到顾杰的办公室？全中国的职业律师已经超过40万，但是涉外律师只有1%，而蓝红就是那1%。据我所知，你也在世界排名前10的法学院读过书，你也考了涉外律师。所以我是高级合伙人，而他不是，他只是拥有一间高级合伙人的办公室而已。既然蓝红和兰兰都是人精，都这么厉害，他们怎么会被别人侵占财产？所以你的结论是，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人家富豪也不是吃素的，早就已经写好了遗嘱，零继承。刘老师，啊，来，您找我？啊，你去跟何塞律师确定一下诉讼策略，然后呢？然后起草代理意见。好，什么时候要？你知道模拟辩论什么时候开始吧？那之前，虽然是模拟，但是也非常重要。好，明白了，我最晚明天给您。他有点不对劲儿，哪儿不对？心不在焉，情绪低落。你想说什么？你知道我想说什么？我的助理只要有我看中的品质就可以，是我发的薪水。所以大家都在问我，他到底之前是做什么的？他是怎么来的？你就说你不知道不清楚，事实上也是你不知道不清楚。那你知道吗？你清楚吗？你到底怎么了？我怎么了？我是不是问了不该问的问题？还是我问的问题让你难堪了，你不想回答我？不，我是觉得，你觉得什么？你直说。你先是说何塞不正常，他是不正常，在办公室里戴这么大的墨镜，然后又说黛西，说他心神不宁。你的意思是说，真正有问题的人是我？丽娜，从你知道蓝红来上班那天起，对，我就神经兮兮的。我没有必要隐瞒我对蓝红的真实看法，我从来对他没有好感，不是出于嫉妒，是出于正直。我虽然不喜欢孙超越，但是蓝红不配继承财产。